你们有被自己的同性兄弟表白过的经历吗？二哥是一个生理年纪20，但是颜值却提前步入中年的男生。前2天他表白失败找我哭诉，看到他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震惊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身穿旺仔紧身衣，胡子还长得这么奇形怪状的男人。我真的很好奇他是不是在亚特兰蒂斯当过国王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剃胡子，他跟我说他懒得刮不干净，扯得疼，每次还要拆到头洗，麻烦的要死，还不如先找女朋友，女朋友手巧洗起来方便。这是什么鬼理由？合着女朋友就应该活该给你洗剃须刀啊？没办法，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款德国大牌的博朗小猎豹剃须刀，非常的好剃，就因为这个直剃大刀头，直剃过去，胡须就能够刮得干干净净。更牛叉的是易洗，独特的直冲设计，对准刀脖子冲水。水进入刀头，从刀面带出胡茬。二哥听了我的建议非常受用，直接把胡子剃了个干净。剃完胡子的二哥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同时信心打算重新表白，但是他还是不敢去表白，非要给我表白练练胆。看着二哥那充满爱意的眼神，我无奈答应了他。结果二哥直接在大街上给我单膝跪下来，大声向我表白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这时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叔叔阿姨们就差在旁边喊快点答应他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被拒绝了，于是我便鼓励他，在你这样猛烈的攻势下，我相信没有哪个女孩子能够拒绝，加油，奥利给。于是二哥就一脸自信的去表白了，结果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听说他正在满世界找我和铁锤，还说为了感谢我要请我吃顿饱的。兄弟们，我先溜了，深藏功与名。刚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学校不允许带零食，当时就有一些人偷偷把辣条带到厕所去吃，还经常霸占厕所欺负上厕所的同学，我们背地里称他们为厕所恶势力。有一次轮到我们班值日，我的好同桌阿志正好抽到了那间厕所，我当时就很担心他，因为以他直来直往的性格，很容易和厕所恶势力发生冲突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不到5分钟，就有同学说阿志和那群厕所恶势力吵起来了。我二话不说抄起一把扫帚，我心想就算使出我的2扫帚流，也一定要救出我的好同桌阿志。结果刚到厕所我就惊呆了，想象中阿志被欺负的场景并没有出现，反而是阿志天神下凡一锤4，他手里那把黄金扫帚明显就是在坑里加持过的。他用那把黄金扫帚狠狠地拍在了恶势力脸上，暖暖的香和泪水混在了一块，构成了从未有过的绝望。但是细心的我知道恶势力人这么多，单单靠阿志一个战士是不够的，还缺少一个封印他们的法师。幸好我今天拿错了我妹的书包，正好带了巴啦啦小魔仙法杖，有了魔仙的力量，一定能帮阿志彻底打败这群恶势力。果不其然，随着巴啦啦小魔仙主题曲的响起，宣布了恶势力的完败。经过这次战役之后，我的巴啦啦能量和阿志的降扫帚流成为了全校厕所的守护力量。初中的时候，我在宿舍开了家理发店，名震全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时候流行非主流发型，我每天就往我的刘海喷发胶，把刘海弄得跟指甲壳一样硬。班主任一直看我不爽，但却没有很好的借口。直到有一次交作业，我忘记写作文，交了一张白纸上去，本来还以为不会被发现的，没想到第2天班主任就拿着那张空白作文，然后把我拎上讲台，质问我为什么没写。我当时脑抽了，说我写的是皇帝的新装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到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知道我完了。果不其然，班主任冷笑一声，然后让我当着全班的面把这篇作文读出来。当时场面极度尴尬，甚至还有几声憋笑声，班主任嘴角都扯到耳根去了。看到他这副嘴脸，我顿时怒上心头，想起自己以前早就写过一篇怼他的文章，我心一横，直接就把这篇文章背了出来。我拿着那张空白白纸慷慨激昂地说了出来。文章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学校过于形式主义，扼杀同学个性，不从学习入手，却只在意同学的发型，实属失败。说到慷慨激昂之处，我甚至把手上的纸都丢了出去，握紧拳头大声地说道，如果这一次改革需要牺牲人的话，我愿意牺牲我自己，换来全校同学的发型自由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全班都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甚至还有几个非主流激动地站起来说要追随我。当时班主任的下巴都掉到肚脐眼了，但是他还是强装镇定，问那些人是认真的吗？那几个非主流坚定地说非我不可。就这样，班主任让班干把他们名字记下后，自己又带着我去了其他班，一个年级19个班，我做了一早上的演讲，每一场演讲都得到雷鸣般的掌声和几个非主流的追随。你们有没有因为会错别人意思而产生过误会？小学的时候，我们语文老师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腿摔伤了，挺严重的。当时村里的医疗条件特别差，大家只好把语文老师送去县里的医院。身为班长的我得知此事后，迅速组织同学，让大家第2天早上去医院看望老师，还让大家记得带上花。可能是因为最近新学的那个带字，大家都以为是带上花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学校周围开了家兽医店，里面有白花卖，大家放学之后纷纷去那里买花。第2天早上，几10个学生胸口带着白花出现在了医院门口。
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语文老师看到我们那个造型，想象中的开心并没有出现，反而是脸上阴晴不定，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而且旁边的大人纷纷数落我们，说就算是连村里最调皮的二哥也知道这样做不妥。话音刚落，二哥就扛着一个花圈跑了进来，满头大汗的他与周围的冷空气显得格格不入。让喜怒不形于色的语文老师终于把脸垮了下来。二哥气喘吁吁的把花圈递给老师，一脸骄傲的表情，一看就知道正等待着老师的表扬。大家那叫一个羡慕，心想下一次班干部肯定有二哥的名额了，都恨自己不像二哥那么有钱，能够把整个花圈都买下来。这时候语文老师的表情从赤橙黄绿青靛紫到8、9、10勾圈楷阶，语文老师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动手，让二哥把花圈送回去。二哥听到后还以为老师受伤了不方便收，让二哥把花圈送回家里。当天村里的人干完农活，看到老师家门口的花圈时，都以为老师遭遇不测了，特别是跟语文老师关系好的村长，当天哭的那叫一个泪流满面。不过村长还是村长，很快就振作了起来。第二天就摆了40多桌，请了周围2个村里的人，一桌正好10个。当时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氛围，即使唢呐吹得特别响，大家都只是埋头吃着桌上的鸡鸭鱼肉、猪肉粉条。特别是村长化悲伤为食欲，一个人吃了3大碗。当天老师正好出院回到家的时候，村长正吃的鼻子都是粉条，当时场面极度尴尬，全部人的碗筷都停住了。不知道自己闯祸的二哥还来了一句：“老师要来一碗吗？今天的饭菜贼香哦。”那天要是以老好人著称的二叔都没有忍住，我只记得经过他们家院子的时候，在二哥的哭喊声中，仿佛听到了一句话：“现在打死的话，这顿饭就不白吃了，还可以少买个花圈。”你们补过最长的一次课是多久？初2升初3那个暑假，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，把60天的假期压缩成了30天，这直接惹怒了全校的学生，甚至还有人带头抗议，效果也是没得说，好的不得了。每天厕所都多了几个人打扫，干净的不行，搞得我没事就想去厕所待着。当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后排几个兄弟也气得不行。本来已经计划好用这60天从白银打到黄金的，现在只剩下30天，这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也做不到啊。这时候鬼点子多的二哥提出了一个计划，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既然校长破坏了我们最重要的假期，那我们就破坏他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们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但问题是校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二哥笑了笑，然后说：“不用想，那肯定是厕所啊！你见过他除了罚别人扫厕所还干过其他的吗？”听到这个分析，我们真的是像个妙蛙种子一样妙个不停。不仅如此，二哥还准备了擦炮，人手一盒，计划在凌晨2点行动。学校一共5间厕所全部被我们完美解决。虽然我因为一点小失误被炸得浑身是屎，但这并不影响这次计划的完美实现。第二天如二哥所料，输送管坏掉的厕所屎漫金山，学校臭得不行，根本没办法待下去。就在我们以为校长会因此给我们放假的时候，没想到校长居然让学生自产自销，自己产出来的自己处理，每个人都得去厕所认自己的，又因为我们几个是重点关照对象，甚至还被派去扫其他厕所。也许是实在受不了了，我们中出了个叛徒，出卖了二哥，只为换来不扫厕所。可怜的二哥被罚扫1年厕所，外加5000字检讨。看着他那绝望的眼神，我作为二哥的好兄弟，二中的小诸葛，曾经舌战5个班主任、4个教导主任、2个副校长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自己的兄弟余生只能与厕所为伴？于是我跟二哥说，交给我吧，我去跟校长求情。哥整个人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爸爸爸爸的叫个不停。最后在我的3寸不烂之舌，二哥最后面被罚扫2年厕所，外加1万字检讨和留校察看。太开心的一整天都在找铁锤，说要请我吃顿饱的，可能是上苍可怜我们。二哥没找到铁锤，居然找到了教育局的电话，我们赶紧打了过去，并兴奋地报上了自己学校班级和姓名。挂电话的时候已经在畅想明天放假的场景了，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。要不是电话号码是校长的话，因为这件事情校长把放假时间从30天变成了15天，二哥当场就震怒，直接冲着校长大喊：“你放15天，你不如不放！”当时校长被二哥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也许是被二哥的勇气所打动，那一年暑假我们真的一天都没放。